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上世纪初，现代农业耕作方式弊端纷纷显现。如何长久保持土壤肥沃？美国土壤学家富兰克林金带着深深疑问，从大洋彼岸来到东方寻找答案，切身感受到天人合一的自然之道，写下4000年农夫，惊叹中国农耕拥有无数魅力、智慧和活力。历经4000多年，土壤肥沃依旧。东方农民是勤劳智慧的生物学家。这段挂满岁月沧桑的横木叫做水木刻，常年萦绕在山间的流水，就是通过这一个个小小的木刻，从主干渠分配到支渠，再有效分配到每一块梯田。从木开始，10只木和20只木来开学，也不能多，也不能少，都是嘟白白练下去的。严密细致的分水制度，保证了高低不同每户田地都能得到充足的水量。拿表土的是我们的土地，这是我们放手，放手啦！全世界人均耕地4.8亩，而这里17万亩梯田，却养育近34万人口，半亩地养活一个人。这个人与自然巧妙结合取得的优异成绩，被载入世界遗产名录。高原，细雨蒙蒙的黔东南苗寨里，王二妹的脚步声格外清脆。今天，她收到了梦寐以求的贵阳大学美术系录取通知书。庆祝宴。没有什么比自家的一株苗香菜更为合适。鲜美的食材全部都出自自家田地。一方稻田一汪水，水中养鱼虾，田间养鸡鸭，肥水滋养稻谷。
一个个生机盎然的小生态系统，在朴素的劳作中自然形成。苗乡人家的稻田鱼鸭传统生产方式，已沿袭了上千年，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王二妹即将离开大山苗寨，去贵阳完成4年学业。她想用画笔留住家乡的秀美风光。依依不舍的父母，偷偷地在二妹行囊里塞进新打的稻米。这是苗乡对远行亲人的淳朴祝福。的事儿，但是离开家乡又是一件特别不舍的事儿，可能家乡的米永远吃不够吧。在乡亲们的送行卢声声中，王二妹依依不舍，走出生养她18年的大山。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长足。中华民族向来崇尚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和自然平衡哲学。生态工程师周斌新正在监测的这片海滩，2年前还是连结成片的鱼塘。当地启动退塘还林工程，特意请来了生态修复专业团队。这片区域呢，栽植了红树苗，大概1950亩的这样一个数量，每间隔20米就是一个红树的品种，是有秋茄，然后尖瓣海莲、木兰，还有桐花树等10余个品种会在这里面去生存。曾经单薄脆弱的海岸，已经开始显露生态恢复的生机。红树连片扎根生长，底栖生物孕育繁殖，各种鸟类回迁觅食。希望就是有成千是上万只的鸟类回归，其他软体底栖动物在这栖息。扎根在海水中的红树林，属海洋木本植物群落，是海洋生物洄游、繁殖、栖息的重要场所，具有造陆、护岸、净化海水的功能，被誉为海岸卫士。这片滩涂经过生态修复，将与不远处的东寨港红树林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连接成片。更多年以后，希望它能长成真正的海上森林的一个生态系统的状态，成为真正的一个人与动植物和谐共生的一个家园。东寨港自然保护区3000多公顷范围内，分布着35种红树林植物，栖息着115种软体动物，119种鱼类，70多种蟹类，40多种虾类和220多种鸟类，多重物种形成了完整的生物链，构筑起稳定的生态系统，庇护着海南岛海岸线。相距东寨港300多公里的广西北仑河口，
同样生长着1300公顷红树林。这里的近海岸生态修复工程已经持续了20年。这片海草床上人工种植的矮大叶藻，培育成活就用了8年时间。这边长势还比较好，海洋生物也比较多。如今，丰茂的海草床已经成为巨大的海洋生物基因库。生存物种比海草匮乏时增加了5倍，原始物种后也重归遨游。中国海岸生态系统修复工程已持续多年，全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14·5”规划描绘着这样的愿景：到2035年，全国近岸重点海湾基本建成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丽海湾。黄草岭高又高，水冷茎深收成少，山毛野菜度秋荒，半年洋芋半年乔。这是黄草岭村曾经贫穷的写照。当时就是把整个山林了嘛，那些树嘛一片一片的砍倒，挖翻回种苦桥，水土流失相当严重，有些地方还会出现泥石流。然而，贫困的山区却有着独特的生态资源禀赋。一个县境内，竟拥有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无量山和哀牢山自然保护区是地球同纬度上生物资源最为丰富的自然综合体，被学术界誉为人类望向自然的眼睛。老祖公留下给我们的自然环境，我们不能再破坏了啊！一定要保护起来。10年前，黄草岭村民意识到顺势而为的道理，放弃挖山、平地、种田的传统工作，采用接近天然林木的生长方式，混种樱桃树、苹果树、梨树、核桃树。适宜的环境让黄草岭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花果山。多少钱斤啊？240。240啊？太贵了吧？不高，早下都卖200包呢。每逢集市，黄草岭村民采摘的野生蘑菇山菌特别抢手好卖，他们总是最先打样回家。着眼长远，保持定力，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那些曾经被视为房梁柴火的高大乔木，如今成为林下经济的庇护伞。林间穿梭的走地鸡，各种野生菌种和药材，成为村民多元收入的一部分。生物多样性红利，让黄草岭村家家户户都住上了乡村别墅。今天，全球 GDP 的1半以上，约44万亿美元，依赖自然资源的贡献。人类更需要依赖自然生态系统，减缓气候变化，减轻自然灾害。茅屋素，蒙语意为南生草木的土地。山西右峪地处茅屋素沙漠东部，贫瘠
曾是这片土地的标签。在这个地方种树都不容易，种活一棵树，也可以说比养活一个孩子还要难。10万幼育人，一代又一代接力，让1亿多棵树在这里落地生根。绿色版图从山西右峪向西推进了300公里。小朋友，你看爷爷怎么栽树啊？可以在这儿再挖一个。哎，你看，然后把树再拿下来。宁夏灵武地处毛乌素沙漠西部，每一位灵武人都会种树。30多年来，这里的人们治沙造林60多万亩，控制流沙面积100多万亩，将绿色向东推进了几十公里。毛乌素沙漠南端的延安，也曾是中国生态最脆弱的地方之一，近80%面积水土流失。短短20年间，延安退耕还林上千万亩。如今，延安3.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60年前的飞机播种造林，有40年前种下的3北防护林，还有20年前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种下的林木。不同时期的林子，今天完全连成一个整体。陕西绿色版图向北延伸400公里，右峪向西，灵武向东，延安向北。毛乌素沙漠1万多平方公里流沙止步生绿，80%水土不再流失，茫茫荒漠变成一片绿洲。连接西北、华北和东北的3014万公顷3北防护林，防风固沙、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是守护400万平方公里北方国土的绿色长城。绿色是生命的底色。几十年来，中国坚持不懈，为神州大地披装绿色。全国森林覆盖率已由上世纪70年代初的12.7%提高到2020年的23.04%。中国森林净增长量世界第一。Is China's Sahanba Afforestation Community. Please join me in welcoming their representative, Madam Chin Ya Xian, to the stage. 塞罕坝，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荣获联合国环保最高奖项地球卫士奖，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榜样。美国宇航局卫星监测数据显示，过去近20年，中国植被增加量占全球植被总增加量至少1/4。与此同时，中国 GDP 占世界经济比重也从40年前的3%增长到现如今超过16%。中国经济增长与绿色增长相得益彰。燃烧带来光明与温暖的化学反应，是人类文明前行的能量之源。然而，低效的能量转换方式带来的逸散，持续灼烧着我们的家园。这个培养温度是多少？培养温度是40度。哦，40度。
这个容器内盛装的微小生物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硅藻。硅藻的话，它因为在海洋里头啊，贡献了40%的光合生产力。对，它对于固碳、对于全球气候变化都起很大作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正在利用这些微小的绿色植物，研究地球上存在时间超过数十亿年的能量转换方式——光合作用。如果研究顺利成功，人类就能从人工模拟光合作用，开发运用无穷无尽的太阳光能，从而减轻对石化能源的依赖。2020年底，中国向世界承诺，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努力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坚实而可靠。1985年的6月15号，在白云山，只有一个，但是之后白云山就再没见过采蚧蝶。我希望它还没有灭绝，还能够再看到。30年来，陈锡昌走遍了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名山大川，希望能再次见到自己心中的精灵——采蚧蝶。蝴蝶通常寿命仅有1周，它以短暂的生命装扮着世界。蝴蝶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凄美婉约的特殊情感。广西之行，采蚧蝶没有露出它神秘的面容，陈锡昌决定前往海南寻找。尖峰岭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热带原始森林，是蝴蝶理想的栖息地。在一株红花廖木的枝叶上，陈锡昌寻找到一枚蝶卵。不是采蚧蝶就是黄金的卵，是蚧蝶的卵没错。到底是不是采蚧蝶，需要采集带回广州鉴定。蝶卵顺利孵化，幼虫健康成长，经过5龄蜕变，幼虫成功化蛹。今天晚上，蝴蝶可能会破蛹而出，陈锡昌彻夜守候。羽化成蝶的动人时刻终于来临，破蛹而出的灿烂生命，正是陈锡昌梦寐以求的采蚧蝶。广州白云山，采蚧蝶原本的栖息地之一。陈锡昌细心地将采蚧蝶放飞山林。希望它能够在这里恢复种群吧。对了。人类已知的昆虫有110多万种，世界上85%的农作物依赖于昆虫传粉。昆虫是人类生产劳作不可或缺的生物资源。在最新版的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昆虫已由原来的21种增加到75种。
保护昆虫，让自然世界充满生机。2012年以来，中国自然生态保护工作成效显著，生态退化得到遏制，生态系统质量逐步改善，生态系统功能不断增强。生物多样性政策法规体系不断健全，日趋完善。通过实施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等专项行动，保留自然本底，保护濒危生物物种，筑牢国家生态屏障，确保青山常在，绿水长流。2020年7月，一份来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邀约，向全世界充满想象力的青少年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如果你针对减缓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有自己的想法，请提出解决方案，你将有机会得到联合国合作伙伴的孵化支持。好的，我们这边 ready 了，可以开始。我是石一彤。现实中存在这样的问题，多数人都认同当下的生态环境存在问题，如何提升环境危机严重性的公众认知呢？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运用全新技术，充分实现沉浸式和互动体验的巡回展览。来自中国的6690份提案，背后是1万个15到24岁中国青少年对地球命运的关切。这一群体的声音看似微薄，但却是传递给人类未来的中国声音。如今，建设美丽中国已成为全民自觉行动。公民10条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传递着绿色生活理念，倡导着生态环境责任。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全国开展的主题实践活动，提升着公众生态文明意识，引领着公众生态文明观念。我爱绿色城市，我爱美丽中国。生态就是经济，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这是中国为全人类贡献的智慧。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正在被世界分享。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这是人类对未来的美好寄语。地球是人类和其他生命共同的唯一的家园。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